中国和阿根廷周日发表关于深化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第4条指出，阿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中方重申支持阿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完全行使主权的要求，以及根据联合国相关决议尽快重启谈判，以期和平解决争端。这一下，英国慌了。 在中国和阿根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中方支持阿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完全行使主权的要求后，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火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英方拒绝任何有关福克兰群岛主权的疑问，称其是英国大家庭的一员，要求中国必须尊重该岛主权。福克兰群岛是英方对马岛的命名。中国日报社欧盟分社社长陈卫华则反问特拉斯，但英国就可以派军舰来挑战中国在南海的主权？ 至少中国还没有派海军去马岛附近，这一回对也被英国媒体广泛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二再次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争端。英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在遵守联合国宪章精神和联合国决议方面作出表率。中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 明确的，没有任何变化。我们坚定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正当要求。 马尔维纳斯群岛是英国殖民主义的历史遗留问题。该岛位于南大西洋，距英国约1.3万公里，但距阿根廷本土仅480公里，由2个主岛和700多座小岛组成，面积1.2万平方公里。自16世纪麦哲伦宣布发现马岛之后，马岛就在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殖民者手中几易其手。1816年，阿根廷独立，宣布从西班牙那里继承马岛主权，并在岛上设置行政区驻扎军队，但没想到1833年，英国派兵攻占马岛，并将岛上的阿根廷人全部赶走。此后，英国一直强占马岛，阿根廷对此强烈不满，于1964年向联合国申诉，要求界定该岛的主权。联合国隔年召开大会，决议马岛问题应由英阿两国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这就是中方一贯以来要求英阿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法理基础，但英国始终拒绝谈判。1982年。 马岛战争震惊全世界，当时阿根廷以武力夺回马岛，但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随即派海军远征，欧美国家随即选编战队对阿根廷实施禁运，英国最终惨胜。此后，英国加强武装马岛，实际控制呢不等于就拥有主权，因为由于过去的帝国主义啊、殖民主义，还有现在一些大国的强权政治造成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地方。 中方对马岛主权归属的立场一以贯之，这从中国选择以阿根廷主张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为该地标准地名就可以看出来。回顾中阿近10年历次发布的联合声明，也会发现，支持阿根廷在马岛的主权要求这一条几乎从未缺席，并与阿根廷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一前一后出现，足见中国在和阿根廷交往中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去年6月，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上发言说，马岛问题本质上是殖民主义历史遗留问题，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努力铲除殖民主义，并阐述中国在马岛问题上的立场。中方立场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国际社会应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公平正义，确保真正结束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殖民主义，继续推动 包括马尔维纳斯群岛在内的17个联合国非自治领土的非殖化进程。 在耿爽发言5天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表题为《欠了188年的殖民账，英国就是不还》的评论文章，直指对历史上非法占据的殖民地强霸不还，反映出的正是英国当政者根深蒂固的殖民情节和帝国思维。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英国近几年在对华外交中极不友好，在涉港涉疆问题上都充当美国急先锋的角色，还加入了美国挑头的 AUKUS。但随着中国话语权不断增强， 马岛问题或有令英方投鼠忌器，有所收敛。中国对马岛的政策是一贯的，就是支持阿根廷呢对马岛拥有主权。近几年呢，之所以显得比较密集一方面呢，就是我觉得
因为中国的国际地位跟以往呢不一样啊，中国的声音呢比以往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还有一个背景呢，就是英国跟随美国实行了很多的一些说反华的这方面的一些政策啊，所以也给外界啊有这种印象。当然呢，我想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中国跟阿根廷的关系呢比以往呢更加的密切，联系呢更多。观察指出，由于马岛距离英国实在太过遥远，马岛对英国来说主要起到内政议题的加分项作用。这意味着英国内政危机时，往往马岛问题就会浮出水面。英国首相约翰逊去年以来一直深陷执政危机。去年12月6日，英国国防部宣布在马岛部署新型天空军刀防空系统。近日这一部署完成，阿根廷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进行强烈谴责，称英方所作所为是一种新的不合理的武力展示，指责英国政府这种违反了联合国大会第31、49号决议的单方面行动。马岛这个问题，英国呢，他这个表态动作呢，跟他实际上宣称的一些原则呀是有出入的，凸显英国这方面的一些在国际这个舞台上啊，在很多问题上是双重标准的。相关话题来连线推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中阿联合声明涉马岛主权问题的表态，让英国政客跳脚了。英外相发推竟倒打一耙，指责中方应尊重福克兰群岛的主权。您对此如何看？实际上呢，这也是中阿元首会见达成的重要共识之一。那么根据新华社的电稿呢，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时习近平强调，中方愿意同阿方加强高层交往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相互支持对方在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正当的主张。那么就任何主权国家而言呢，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是头等大事，都是最核心的国家利益。那么在马岛问题这一重大议程上再次获得中方的有力支持，自然会被阿方看作是总统访华取得的重大成果。今年时逢英阿马岛战争40周年，那作为当年的落败方，那么阿根廷政府看待马岛问题，那就是主权问题，是头号关切。而对于1万多公里外的英国政府来说呢，马岛问题又是什么呢？它是所谓日不落帝国的容光焕影，是殖民时代的现世延伸。英国女外相跳脚发推，扬言完全拒绝承认福克兰群岛存在任何主权问题。她使用的语气呢是特别强硬的 completely reject， 就是基于这样一个逻辑。但是21世纪的今天，所谓大英帝国，所谓殖民思维还存在，还有市场吗？联合国早就把马岛列入联合国17处非自治领土之一，所以英国女外相她的断然否认是全然不成立的。她所完全拒绝的，实际上也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而且呢，在这里也要特别告诫这位外相，坚定支持阿根廷的主权主张呢，是中国的长期立场，没有任何动摇。去年6月，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就曾经在联大相关会议上大声疾呼，马岛问题的本质是殖民主义的历史遗留问题。21世纪的今天，西方殖民者为所欲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以英国政客此时跳出来抗议呢，其实是在搞自欺欺人的政治秀。那么英国政客为何要闹这一出呢？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转移视线，倒打一耙。众所周知，中英关系呢现在全面吃紧，全方位承压。脱欧之后的英国一心追随美国，掺和印太战略，掺和大国竞争，全力要在所谓的印太地区来刷存在。比如呢，去年参与美英澳AUKUS 三方核潜艇协议，英国唯一的航母甚至借了美国的舰载机，一路东行，开到南海，开到东海，闹腾秀肌肉。包括在涉港、涉疆、涉台等等一系列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议题上，在华为5G 准入乃至更广泛的科技战领域，那么英方呢现在都是站在中国的对立面。这其中呢又以涉港议题的这种挑衅呢为甚。当然了，英国国内现在呢也是难题成堆。按照美国 CNBC 电视台网站今天大标题的一个说法，英国正在迎来一场 perfect storm， 所谓的完美风暴。那么就政治层面而言呢，
首相约翰逊他深陷战役诚信危机，辞职下课的这个可以说是压力山大。那么就民生而言呢，英国最新的通胀数据创下30年来的新高，人均工资收入呢下滑了1个百分点。适逢呢今年4月又要加征所得税，那么英国家庭的这个能源的账单估算将会急升50%，所以现在老百姓可以说是怨声载道。所以呢，此时英国政客他们有动力，更加有动机来转移视线，以对外指责来转嫁内部的压力。当然了，很大程度上也是要混淆是非，转移视线，以所谓碰瓷式的抗议表演，把中方支持阿方正当主权主张的一贯的立场强行扭曲为中方是在基于中英关系现状所做的报复性的反应。既要坏事做绝，还想好处占尽，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当初呢，对美国副国务卿舍曼的当面的质问，同样可以送给这位英国的女外相。